Hello，大家好，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那故事开始了。这是一个发生在10多年以前的故事。那时候我刚拿到驾照，每逢周末就习惯和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开车出游。一开始夏天会去海边玩，其他季节就去一些所谓的观光景点，但久而久之，行程的点子也用光了。后来我们便开始从杂志或网络上找灵异景点当做目的地。不过因为只能当天来回，能去的地方其实很有限，每个周末都跑的话，很快就没地方可去了。再说，就算名义上是灵异景点，我们2个人都没有灵感或特别体质，去了也什么都没遇上，既没有恐怖体验，也没有奇怪现象。这个故事正是某个平凡周末里却突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件事。那是星期五的晚上，那天他来到我的公寓玩，随手翻起桌上放着的一本灵异杂志，眼神闪着光，开心地对我说：俊，你知道这个吗？叫做一个人的捉迷藏。那是什么？一个人玩捉迷藏？他那双带着恶作剧意味的眼睛将杂志推到我面前，杂志上大大的标题写着一个人的捉迷藏玩法，以诡谲骇人的字体印住，看起来格外阴森。我粗略看了一下内容，却没太放在心上，随口把话题岔开，聊起明天要去哪里兜风。时间过得很快，大概1个月后的某一天，他照常来我公寓玩，才刚走进房间，他就迫不及待地从包里掏出一只还挂着吊牌的兔子布偶，还有他平时爱用的笔记本。他满脸兴奋地对我说：俊，你还记得之前我跟你提过的一个人的捉迷藏吧？我点了点头，他便神秘兮兮地接着说：嘿嘿，我找到他的正式玩法了。看着他异常兴奋的模样，我心里其实有些发毛，但一旦他进入这种状态，根本就拉不住。最后我只得耐着性子听他一字一句把那本笔记里写的正式版一个人的捉迷藏玩法从头到尾念给我听。他开始一本正经地照着笔记本念了起来。第一步，把玩偶肚子里的棉花掏出来，换成大米塞进去。第二步，把自己的指甲或者头发，甚至一点血一起放进米里，塞回玩偶肚子里。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插嘴：我今天早上才刚剪完指甲液。他立刻瞪大眼睛：什么？那怎么办嘛？最后没办法，只能用他自己的指甲和头发来代替。他又接着念下去：第三步，用红线把玩偶的肚子缝起来，线头不要剪掉，要把剩下的线缠绕在玩偶身上。第四步，给这个玩偶取一个名字，就叫小爱吧。我完全不懂他为什么突然取这个名字，但也没有理由反对。他合上笔记本，满脸得意地宣布：到这里，事前准备就完成了。我愣了一下，忍不住叹口气：这才只是准备而已吗？未免也太长了吧。老实说，那时候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他翻着手账，继续用神秘兮兮的语气念：第五步，凌晨3点的时候。我立刻打断他：等一下，3点？要撑到那时候吗？他一脸理所当然地说：当然啊，你给我听好，凌晨3点整，要面对着玩偶，连续3次说最初的鬼是阿俊。我愣住：第一个鬼是我。他笑着点头：没错，就是你。怎样，不愿意吗？不是不愿意了，只是这规则也太麻烦了吧。我小声嘀咕。他立刻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不行，最初一定要是阿俊当鬼，这是规矩，你得记清楚。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总觉得哪里怪怪的。美西，这游戏不是叫一个人的捉迷藏吗？可是现在算一算，加上我、你还有这只玩偶，不就变成3个人了吗？他耸耸肩，像是想了想才回答：也是了。不过玩偶原本就不算在里面的，所以才叫一个人的捉迷藏。只是今天有我在，所以算是2个人的捉迷藏吧。我心里忍不住吐槽，这样就根本不是正式玩法了吧。但看他眼睛闪闪发亮的样子，我不想泼他冷水，于是还是忍住没说出口。接着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进行他的教学展示，总结起来就是先把玩偶压进装满水的浴缸里，
然后回到房间，把电视调到雪花画面，关掉所有灯光，之后闭眼数到10，拿起准备好的菜刀，走进浴室，一边喊着找到你了，爱江，一边用刀刺向那只玩偶，接着再宣告下一个鬼是爱江，把玩偶放下，自己立刻逃走，躲到房间某处。据说接下来的时间里就会发生灵异现象、怪奇事件。据说要结束这个仪式，必须先将事先准备好的盐水含入口中，然后朝浴室里的玩偶喷洒，最后连续3次喊出我赢了。只有这样，游戏才会真正结束。他转过头来，眼睛闪闪发亮地问：懂了吗？规则记清楚了吗？我愣了几秒，勉强挤出一句接着我看着他兴奋地拿着剪刀切开玩偶的肚子，把棉花一把一把抽出来，再小心翼翼地塞入米粒以及他自己的指甲和头发。那一刻，我心里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感。所有准备终于完成，我们吃过晚餐，洗过澡，然后随意挑了一部乏味的恐怖电影打发时间。2人就这样并排坐着，静静地等待着凌晨3点的到来。终于，时钟的指针指向了仪式开始的时刻。我们把小爱放进浴缸，冰冷的水面立刻吞没了那双无神的玻璃眼。他压低声音，连续念了3次：最初的鬼是阿俊，最初的鬼是阿俊，最初的鬼是阿俊。接着，我们一同回到客厅，把电视调到沙沙作响的雪花画面，关掉所有灯光。在漆黑中，我们闭上眼，心跳声与10秒的倒数交叠在一起。10秒过后，我拿起桌上那把冰冷的菜刀，和他再次走向浴室。我深吸一口气，喊道：小爱，我找到你了。随即将刀子刺进那进水的布偶。好，继续。他几乎是压抑着笑意催促我。我僵硬的接话：接下来鬼就是小爱了。说完，我们将玩偶丢在浴缸边，转身飞快地逃出浴室。我悄悄地从衣柜里钻出来，嘴里含着冰冷的咸水，心里盘算着怎么恶作剧他。浴室的灯还是关着，黑漆漆的。我摸索着进去，水面一片死寂。那只名叫小爱的布偶仍泡在半满的浴缸里。我轻轻走近，猛地将口中的盐水喷洒到布偶身上。我的胜利！我压低声音，照住规则连喊了3次。做完这一切，我心情稍微放松了下来。现在该去找美希，给她个吓人的惊喜。我踮着脚，慢慢靠近玄关那头的鞋柜，脑中甚至浮现她惊呼、拍打我的模样。我忍不住得意地笑了，手握着柜门的把手。我深吸一口气，猛地拉开，里面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鞋子整齐摆放着，但美希根本不在里面。我小心翼翼地推开更衣室的门，心里还惦记着要吓她一跳。右手伸向浴室的折叠门，慢慢拉开时，手机手电筒的光照了过去。那一刻，我全身僵住了。映入眼帘的是美希仰面倒在浴缸里，上半身浸在水里，2条腿软绵绵地垂在外头。美希，我惊慌失措地冲上前，把她从水里拽出来，不停拍打她的脸颊，可她没有一点反应。我颤抖着手，立刻拨打了急救电话。送到医院后，幸好医生说只是呛了点水，没有生命危险，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之后我被警察带去调查，被怀疑是想要杀害女友。那一夜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事后我问美希，她说自己当时确实躲进了鞋柜，可不知为何就睡着了，醒来时已经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了。而那段她睡着的时间里，她怎么会出现在浴缸里，至今谁也解释不清。顺带一提，一人捉迷藏其实是一种对自己下咒的仪式，把指甲或头发放进玩偶里，据说是为了创造出自己的分身。不过至今我仍然心存疑惑。当我去浴室结束仪式时，我顺利地完成了整个流程，并说出了结束咒语：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但后来才听美希说，在她躲在鞋柜里的过程中，她竟然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那么我们的一人捉迷藏到底真的结束了吗？